我盘下城中村的废品站3年，月流水从3万做到了80万，结果惹得村长儿子眼红了。赶我走那天，他敲着桌子明抢：院子收回，这批10几万的货留下，你滚蛋！我没吭声，只是默默收拾东西走人。临走前，我给所有拾荒客群发了条短信。第2天，他得意洋洋地挂上新招牌，还换了坑人的8两秤。谁知开业第1天，大爷进门就骂：这秤少了30斤！一天下来，几10个客人头也不回，转身就走。直到傍晚，你把人都弄哪儿去了？急什么？货全送你，只希望明天大厂来查验时，你接得住。哟，赵大少，今天刮的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破院子里来了？少特么废话，看清楚了，违章建筑整改通知书，外加场地终止租赁合同。林凡，这院子我不租给你了，限你1个小时之内带着你的破铜烂铁给我滚蛋！赵强，如果我没记错，我这院子的租期还有整整2年。不仅如此，下半年的租金我也是上个月就提前打到你爸账户上了。你现在单方面撕毁合同，按咱们签的规矩，得双倍赔偿违约金吧？赔违约金？你他妈跟我一个村长儿子讲规矩？这块地是我家的，我爸是村长，在这城中村，我他妈就是规矩，我说收回就收回。你这些破铜烂铁把我家的地皮都压坏了，我没找你要场地折损费，你祖上积德了，还敢跟老子要钱？赵强，明人不说暗话，你突然急着赶我走，连1天的时间都不愿意多给，是为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林凡，你少跟我装蒜，别以为我不知道。昨天我路过你这儿，刚好看到你用手机给大厂转矿。好家伙，7位数的余额！你小子在这个破院子里收废纸收破烂，一个月流水大几10万啊！这块肥肉在你嘴里嚼了3年，你他妈赚够了。现在本少爷要自己吃。废品回收这行，外人看着门槛低，又脏又臭，但水极深。赵强这种没吃过苦的纨绔子弟，以为只要有个场地，随便竖个牌子，就能低买高卖，日进斗金，简直愚蠢到了极点。赵大少，这行的水很深，只看得到表面上的钱，你迟早会被淹死。少在这吓唬我！低买高卖，连傻子都会赚的差价，你装什么商业奇才？今天你滚也得滚，不滚，我这几个兄弟帮你滚！赵少爷，你不能这样啊！凡子在这里干得挺好的，大家伙都认他，从来不缺斤少两。你这突然让他走，他一时间上哪？老家伙，一边去！再废话，以后你的破烂我1斤都不收。我没有任何争吵，也没有任何求饶。对付这种蠢货，最好的办法就是顺水推舟，让他自己跳进万丈深渊。好，我签。我直接拿起桌上的圆珠笔，在终止租赁的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把笔一扔，算你识相。赵强一把抢过合同，弹了弹指，得意洋洋地环视了一圈院子。院子里堆着昨天刚收上来的10几吨高纯度废旧紫铜，还有几10包打包的整整齐齐的 A 级废纸板。这些货少说也值个10几万，是我准备明天一早发给省城大厂的。林凡，既然你签了字，那这院子现在就是我的了。这些存货就当是你赔偿我家的地皮折损费了。1根铁丝，你也别想带走。行，货全部留给你。我转身走进那间破旧的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我手里只拿了2样东西，一个是用透明胶布缠了好几圈的旧记事本，那里面记着我3年积累下来的底层人脉、大厂渠道和所有熟客的联系方式；另一台是我自己亲手改装，每天都会严格校准的高精度电子秤。就带这2样破烂走，穷鬼就是穷鬼，一台破秤还当宝贝一样抱着，赶紧带着你的破烂滚吧！赵强，记住你今天说的话，这院子交给你了，这10几万的货也交给你了，希望你接得住。喂，老刘，我之前看中的城北那个废弃重型精细厂，今天能签合同吗？对，立刻，马上，钱不是问题，但我今晚就要带施工队进场。赵强以为抢走了一个10平米的破办公室就是赢了，但他根本不知道，废品回收的核心从来不是场地，而是信誉和渠道。没有我的品控把关，没有我定下的规矩，他抢走的那10几万存货，很快就会变成送他下地狱的催命布。晚上10点，我正坐在城北重工机械厂的空地上看图纸，口袋里的手机急促地震动了起来，是我原来院子里的老装卸工王叔打来的。林老板，你走之后，这院子可是变了天了。王叔慢慢说，赵强干什么了？你前脚刚走，赵强那小王八蛋后脚就买了几挂大地红鞭炮，
挂上了他那破招牌。这就算了，他下午直接拉回来一台新地磅，还把他自己手底下的那个小混混黄毛安排在磅房里当过磅员。林老板，我在这行干了半辈子，一眼就看出来了，那是一台带遥控器的8两黑心秤，100斤的货上去，黄毛一按，兜里的遥控器立刻就变成80斤。他这是要生生吸那帮捡破烂的血啊！除了换秤，他还干什么了？他简直是疯了！他嫌打包好的废纸不够重，逼着我们拉了几根粗水管过来，对着那几十吨废纸死里浇水。大厂查出水分超标会扣钱甚至拒收的，他直接扇了我一巴掌，说外面湿里面干，没人看得出来。不仅是废纸，他还让人去外面的建筑工地拉了2车最便宜的碎砖头和沙子，全给埋进了你留下的那堆废铁底下。林老板，往废料里掺沙子注水，这是最下三滥的商业欺诈，是要掘墓的呀！这批掺了假的货要是送到大厂，人家警戒员难道是瞎子吗？听着王叔的控诉，我忍不住笑出了声。王叔，你别跟他起冲突，他让你浇水你就浇，让你掺沙子你就掺，工资照拿，保护好自己就行。可是林老板，那是你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好货呀，那里面全是极品紫铜和 A 级废纸，就这么被他当成垃圾糟蹋了。那已经不是我的货了，那是他的催命符。王叔，明天早上如果有老主顾去卖货被坑了，你私底下告诉他们，来城北重工机械厂找我。挂了电话，我转过身看向眼前这片巨大而空旷的场地。城北重工机械厂占地整整100多亩，是我原来那个破院子的几10倍大。此时10几辆重型水泥搅拌车正在轰鸣，几百个建筑工人正在高强度的探照灯下连夜施工，火花四溅，机器轰鸣。林老板，您要求这60亩地全部做最高级别的重载式水泥硬化，还要连夜搭起5个无尘分拣大棚，这工程量太大了。就算我们3班倒，光前期的材料和人工垫资就得快200万啊！账号给我。这老板到底是何方神圣？200万说转就转。林老板，您放心，只要钱到位，3天之内，我保证让您这块平的连一根杂草都长不出来。所有分拣布棚全部按最高标准给您立起来。我要的不仅是快，更是标准。A 区专门用来做 PET 塑料的精细分类，绝对不能有泥沙污染。B 区做高价值有色金属的存放库，必须做到防潮防氧化。所有的电子地磅必须连接国家标准的质检系统，误差不能超过10克，懂吗？林老板，您这是收废品还是建高科技工厂啊？我要做的是整个省最顶级的再生资源工业原料职工基地。赵强那个蠢货，以为靠8两秤就能赚大钱，他根本不懂。规则已经变了，现在的大型再生资源集团对原料的纯度和质量要求高，在他们眼里，那些混杂着沙石和水分的废料根本不是资源，而是会毁掉他们几千万农产线的垃圾。老李，干活吧！3天时间，我要看到这块地重焕新生。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城中村那边估计要唱大戏了。赵氏大院的铁皮门大敞四开，赵强特意弄了2个半人高的大音响放在门口，震耳欲聋的社会摇土嗨音乐响彻了半条街。他自己搬了把老板椅，坐在大榕树的阴凉处，翘着2郎腿，手里端着冰镇吸管，一副稳坐钓鱼台的土皇帝做派。早上8点，正是拾荒者们集中来卖早货的时间。最先进院子的是昨天替我求过情的李大爷。李大爷今年72了，常年风吹日晒，干瘦的像根柴火。他吃力地蹬着一辆破旧的人力3轮车，车兜里高高垒着他攒了整整1个星期的废旧纸板，用麻绳绑得结结实实，足足有1人多高。他把车蹬进院子，擦了把额头上的大汗，习惯性的往磅房走。哟，老头来卖货啊！黄毛过磅，别磨叽，连车带货一起推上去。李大爷咬着牙，把沉重的3轮车推上了崭新的电子地磅。黄毛站在磅房里，手插在裤兜里，大拇指悄悄按了一下藏在兜里的遥控器，计价器上的红色数字一阵跳动，最后停住了。带车总共120斤，纸板现在6毛1斤，去财务领钱吧。不对啊，小伙子，这数字绝对不对。我出门前在村口的粮油店公秤上称过，光纸板就100斤，我这铁架子3轮车少说也有50斤，加起来最起码150斤，你怎么才称出120斤？整整少了30斤。老东西，你他妈说我的秤不准，你那村口的破秤早该当废铁卖了。老子这儿可是花大价钱买的最新款高科技电子秤，连根头发丝都能称出来。你在这儿跟我装什么明白人？你卖不卖？爱卖不卖？不卖赶紧给老子滚蛋！别挡着后面人做生意。不对，这斤量绝对不对，
你这是黑心秤，这是要吃人啊！李大爷脾气也上来了，他哆嗦着手摸出一个随身带的弹簧小提秤，走到车边吃力的解开麻绳，他把挂钩勾住麻绳，用力提起来。光这一款纸卡，我这提秤上就是30斤，我车上足足绑了4款。你那个地磅到底是怎么称的？门外和院子里10几个推着车排队的拾荒者听到动静，全都围了过来，对着地磅和赵强指指点点，眼神里满是压抑的怒火。被当众拆穿了8两秤的把戏，赵强恼羞成怒，他猛地冲上前，一把夺过李大爷手里的弹簧秤，狠狠地摔在水泥地上，一脚踩得粉碎。给你脸了是不是？敢在老子的地盘上砸场子？老子今天非了你不可！老头儿，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方圆10里就老子这一家废品账。你想把这堆破烂换成钱买米吃，就得按老子的规矩来。不卖，你就抱着这些垃圾饿死。全场死寂，围观的拾荒者们看着嚣张跋扈的赵强，又看了看满手是血的李大爷，他们没有一个人敢上前跟赵强这帮地痞动手，只能死死地咬着牙，握紧了拳头。李大爷没有哭，也没有再争辩一句，他默默地从地上爬起来，用那只没流血的手拍了拍膝盖上的灰，然后弯下腰，一张一张地把散落在地上的废纸板重新捡起来，吃力地重新绑回3轮车上。旁边几个大妈看不下去了，老李，咱们帮你一把。捡完货，李大爷跨上3轮车，一言不发地调转车头，蹬着车缓慢而坚定地离开了赵氏大院。紧接着，令人震撼的一幕出现了，门外那10几个原本排队卖货的拾荒者，连一句多余的废话都没有，齐刷刷地调转车头，几10个轮子同时碾过柏油路，跟着李大爷的背影离开了。呸！一群穷要饭的，还敢跟老子甩脸子？有种你们一辈子别来，明天你们还得哭着回来求老子收。呵呵。看你们能撑到什么时候！底层人虽然没有权势，但他们有着自己极其坚固的生存法则。不到2个小时，赵强打人，用8两秤黑钱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城中村和周边街区。听说了没有？赵强把人打了，还有这事儿，这也太黑心了吧！我那几个袋子，宁可放烂了也不送给他。就是给他一片纸我都嫌脏。咱都别说破，谁卖他谁不是人。中午12点，烈日当空，柏油路热得发烫。李大爷推着沉重的3轮车，坐在一个立交桥的桥洞底下，看着满车的货发愁。老伴儿还在家等着要钱，今天这货要是卖不掉，可咋办啊？喂，李大爷，是我林凡。凡子，你有什么事儿吗？大爷，你的事儿我听以前的伙计说了。你现在在哪儿？我在北桥洞这边呢，车太沉，我老了蹬不动了，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在那儿别动，10分钟后我的货车去接你。啊！可是凡子，你都被赵强赶出来了，你都没场地了，你收了放哪儿啊？谁说我没场地了？大爷，帮我跟圈子里的老伙计们传个话，城北重工机械厂，我林凡的新厂子今天正式开业。还是那句老规矩，秤瓶斗满，现金秒结。另外，今天来的老伙计，每人当场多发20块钱高温补贴。好，凡子，我这就告诉大家伙早就不想跟那姓赵的干了。接下来的3天，对于赵强来说，简直比被人按在油锅里炸还要难熬。他原本以为这帮捡破烂的闹脾气，饿上2天肚子，最终为了活命，还是得乖乖把货拉到他这里来卖。结果他彻底失算了。整整3天，赵氏大院的大门敞开着，土嗨音乐震天响，可是连一个捡易拉罐的流浪汉都没踏进过他的大门半步。空荡荡的院子里，只有他自己为了强行凑数，让工人疯狂注水的废纸。在30多度的高温下，那些废纸包表面已经被晒干，但里面开始发酵腐烂，散发出一股极其刺鼻的酸臭味，招来了漫天飞舞的苍蝇。强哥，活见鬼了！这帮老东西难道都成仙了，不吃饭的吗？我刚才去村口转了一圈，连个捡破烂的影子都没看到。少在这废话，去给我查这帮穷鬼把货都卖去哪儿了？查不到你就别回来。而此时的城北重工机械厂那扇巨大的铁门前，3轮车、手推车，甚至还有挑着扁担的，排起了长达100多米的队伍。整个城中村和周边街区的拾荒者仿佛约好了一样，全汇聚到了这里。我站在重新铺装好的水泥坪上，指挥着4台崭新的超大电子地磅同时作业。刘大家纸板180斤，去那边财务领钱。天气热，先去棚子里喝碗冰镇绿豆汤。张大爷废铁200斤，趁我给您高看一眼，算205斤，20块钱的高温补贴别忘了拿。我不仅没有缺斤少两，反而特意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巨大的遮阳棚，里面摆着几口大保温桶，装满了冰镇的绿豆汤，旁边还放着成箱的防暑降温药。李大爷手里拿着刚结清的200多块钱现金，咕咚咕咚喝下一大碗绿豆汤，眼泪都快下来了。凡子，你这可是活菩萨呀！要不是你，我们这群老骨头非得被那姓赵的逼死不可。大爷，大家都是凭力气吃饭，没谁比谁低贱。只要我林凡还有一口饭吃，
就不会让老伙计们吃亏。在我的厂子里，规矩就一条，我不坑大家1分钱，大家也给我干干净净的货。各位叔伯阿姨，今天趁着大家都在，我教大家多赚点钱的门道。我拿起一个普通的矿泉水瓶，动作熟练的将外面的塑料标签撕下，然后拧下瓶盖，将瓶身踩扁。大家都知道，塑料瓶论斤卖，撑死1块钱1斤。但这瓶盖是 PP， 标签是 VVC， 瓶身是 PET， 混在一起就是杂料。如果混在一起卖，大厂拉回去要重新分拣，所以价格根本上不去。从今天起，只要大家在捡破烂的时候，顺手帮我把这3样东西分开装。这种纯 PET 的瓶身，我按1块5一斤收，直接涨价50%。环子，你说真的？就4个纸拧个盖，1斤多给5毛钱？我林凡，吐口唾沫是个钉，不信您看那边，白纸纸黑字写在 LED 机架牌上，1分钱都不会少大家的。这就是我对赵强的底牌，彻头彻尾的降维打击。我的成本虽然高了，但省去了昂贵的2次机械分拣费用。赵强，你还在用最原始的思维压榨，而我已经在做工业原料了。老伙计们都干仔细点儿，别给贩子掺假，这可是良心价。底层拾荒者的劳动力是最廉价，也是最容易被激发的。经过这些大爷婆婆的手，我收上来的就是99%纯度的原料。不出2天，我的新厂房里已经堆起了2座极其壮观的小山，一座是闪烁着金属光泽、没有一丝泥沙杂质的极品紫铜，另一座是分类得清清楚楚、晶莹剔透的纯 PT 塑料。而另一边，赵强正看着自己院子里那堆发酸发臭、掺满了石头和泥水的劣质废料，焦头烂额。怎么会这样？离绿源集团的交货期限只剩最后24个小时了，再没货，绿源那边就要出大事了。我虽然人不在赵氏大院，但留在那里当内应的老装卸工王叔，把赵强的一举一动都通过微信实时汇报给了我。赵强，合同违约金的滋味，希望你喜欢。第5天的下午，赵强彻底击成了热锅上的蚂蚁。还没人来送货吗？强哥，真没人来。现在整个区收破烂的全跑去城北临樊那个新厂子了。我找了几个以前脸熟的施肥老头，好说歹说给他们加钱，人家他理都不理我，说咱们这是黑店。林凡，又是这个特么的林凡，他他妈疯了吗？高价收货，他拿头赚钱啊！赵强的认知还停留在最原始的低买高卖剥削思维里，他根本理解不了我那套精细化原料的商业模式。但现在最要命的不是骂我，而是他手里那份跟绿源集团签的供货合同。绿源集团是本省最大的再生资源企业，也是这片区域最大的买家。赵强接手院子那天，为了在他村长父亲面前显摆自己的能耐，不知天高地厚地跑去绿源集团，靠着送礼和吹牛签下了一份100吨的供货合同。合同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明天上午10点必须交齐100吨的废钢和废纸，如果交不齐或者质量不达标，不仅要全额扣除30万的履约保证金，还要面临巨额的违约、停产赔偿。强哥怎么办啊？咱们院子里现在所有的货加起来，也就是林凡走时候留下的那10几吨，加上这几天林香收的，撑死不到20吨，还差80吨的缺口啊！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去联系昨天在酒桌上认识的那个外号叫大老鼠的废品黄牛，这老小子常年倒闭厂子的废料，手里肯定有压箱底儿的私货。黄毛赶紧掏出手机打电话，不到半个小时，3辆重型卡车轰隆隆地开进了赵氏大院。哎呦，赵大少爷，听说您急需补货，您算是找对人了。我这3车全是1等1的好铁和 A 级工程塑料，足足80吨，刚好给您补齐缺口。赵强走到车尾，让人掀开厚重的防水篷布看了一眼，表面上看确实是打包的整整齐齐的废钢材和透明的塑料废料，卖相相当不错，甚至还泛着金属的光泽。这货多少钱？看在赵大少爷的面子了，当交个朋友，按市场价的8折给您。但这批货太抢手，我不压账，给现钱，当场卸货。8折！但他根本不知道，在废品这行，天上掉的从来不是馅饼，而是铁饼。在废品回收行业，黄牛手里的货如果能以低于市场价这么多的价格出手，那绝对是重度掺假的死货。这批货仅仅是最表面铺着一层好料，内部其实全是被严重氧化的废铁渣，毫无回收价值的劣质混合废旧塑料。最可怕的是，为了压秤，大老鼠在每一包废料的最底部都压着沉重的建筑碎砖和沙土。任何一家有经验的回收站老板，只要拿摊子往里捅一下，或者抽查一包，看一眼就会立刻拒收。但赵强是个彻头彻尾的外行，他现在满脑子只有补齐吨数和低买高卖赚差价。好，下货，黄毛去财务拿钱。100斤，终于特么的凑齐了。林凡想看老子的笑话，做梦去吧！
等老子明天把货送到绿源集团结了几百万的尾款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花钱雇人去砸了林凡那个破厂子。王叔在信里把这一切原原本本的发给了我。王叔，好戏开场了，今晚他还会干更疯狂的事儿，您保护好自己。为了确保明天过磅时的重量绝对达标，并且让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赵强在交货的前夜丧心病狂地下达了最后一个指令：今晚所有人都不准睡，把水管给我接上，对着那些打包好的废纸包给我狠狠的冲水，1吨纸至少给我浇进去300斤水。赵少爷不能这么干啊！这纸壳子吸了水，重量是上去了，可是明天太阳一晒就会发酵发臭的。绿源集团那种大厂，人家有专业的水分测试仪，一旦查出水分严重超标，那是商业欺诈，不仅拒收，搞不好还要报警的。老东西，你他妈的再废话一句，我抽你！老子花钱雇你来是干活的，不是听你教训的。外面湿里面干，压在车头最底下，整监员他长了透视眼能看出来，给我交！不仅如此，赵强看着那堆从黄牛手里买来的废铁，觉得还不够重。黄毛，去外面的建筑工地拉2车最便宜的废沙子和水泥块过来，等这些沙石全给我掺进去，用铲车搅拌均匀了。废铁现在2000多1吨，沙子才几个钱，能多重就给我弄多重。工人们面如死灰，但在赵强的淫威下，只能机械地执行着这个荒唐至极的命令。整个赵氏大院彻底成了一个造假的黑工坊，水管哗哗作响，几十吨废纸被彻底泡成了烂泥浆，铲车轰鸣，一铲铲的沙石被无情地拌入废铁之中，空气中弥漫着废纸、遇水发酵的酸臭味，令人作呕。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赵强花大价钱租来的15辆重型卡车，轰隆隆地停在了大院门口。装车都给我麻利点！出发！而就在同一时间，10公里外的城北重工机械厂，我正站在无尘车间的装卸平台上，看着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最后的装车。没有喧哗，没有泥水，更没有刺鼻的臭味。3辆全封闭的重型厢式货车整齐地停在月台上，车厢里装满了经过大爷大妈们手工初筛，又经过机器2次磁选的极品废料。那是一吨吨闪烁着耀眼金属光泽，没有一丝砂石杂质的高纯度紫铜，以及分类的清清楚楚、晶莹剔透，连一张纸屑都没有的纯 PT 塑料。林老板，全部装载完毕，随时可以出发。好，按计划路线走。记住，到了绿源集团质检广场不要抢道，直接把车停在肇事车队的旁边。上午9点整，距离绿源集团约定的最后交货时间还有1个小时。喂，王总您好，我是林凡。对，我之前跟您提过的那个精细化原料的项目，我今天带了3个车批的极品样货过来，纯度99%的直供级紫铜和 PET 塑料，不需要你们2次分拣，可以直接下炉熔炼。林老板，你说的是真的？现在市场上纯度这么高的直供料，可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如果你这批货真像你说的那样，我们集团愿意出溢价收购，并且签长约。货好不好，您一会儿亲自下来看一眼就知道了。半小时后，质检广场见。赵强这个蠢货，以为掺水掺沙子就能瞒天过海赚取宝库，他根本不知道现代化的再生资源大厂对原料的品控有着多么严苛的标准。他那100吨掺假的垃圾一旦暴露，面临的将是大厂的雷霆之怒和全行业的彻底封杀。出发！上午9点半，我的3辆全封闭厢式货车准时驶入了绿源集团巨大的卸货广场。哈哈哈哈哈！哎呦喂，大家快来看看这是谁啊？这不是被赶出城中村的林凡吗？强哥，这小子估计是走投无路跑这儿来捡漏了吧？你看他那样，就凑了3辆车，估计里面装的全是些卖不掉的破纸壳子吧。林凡，你还有脸来绿源集团？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是全省最大的回收大厂，不是你那种收破铜烂铁的垃圾站。看到没有？整整100吨，老子今天可是带着100吨的 A 级大货来交合同的。等这一单结了，光是利润就够你这种穷鬼在城中村捡一辈子破烂了。赵强送你一句忠告：做生意靠的是脑子和规矩，不是靠嗓门大。货多不一定能换成钱，也可能换来一副手铐。你他妈咒谁呢？死鸭子嘴硬！老子今天就让你亲眼看看，我是怎么拿着几百万的支票把你永远踩在脚底下的！就在这时，广场前方的办公大楼里突然走出一群人，为首的是个穿着笔挺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面容冷峻，不苟言笑。他身后跟着10几个头戴白色安全帽、手里拿着各种专业检测仪器的质检员。现场原本嘈杂的供应商们瞬间安静下来，纷纷恭敬地让开一条路。这人正是绿源集团采购部兼质检部的绝对权威王副总。王副总大步流星地走到广场中央，目光凌厉地扫视了一圈。哪位是肇事再生资源的负责人？交货时间到了，把你们的合同拿过来，准备过磅质检。王总，是我是小赵啊。王总，100吨废钢和工程塑料一分不少，全在车上装得满满当当的。您过目。那就按规矩来，先下货后抽检。
质检过关，立刻去财务结账。都愣着干什么？没听到王总发话了吗？赶紧把车拽进档口，给老子卸货！我站在一旁没有说话。原本我的车也排在靠前的位置，但我直接对身后的司机挥了挥手，示意他们把车往后倒，主动让出了所有的主档口。赵老板货多，今天您是主角，您先请。我正好在旁边好好学习一下赵大少爷是怎么发大财的。哼，算你识相。今天就让你开开眼，见识见识什么叫大生意。王总，您看，全是1等1的好货。王总，大热天的，兄弟们辛苦了，这是我一点小心意，给大家买包烟抽，这批货绝对没问题。您看，是不是就走个过场，直接过吗？赵老板，你把这里当成什么地方了？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想拿这种手段蒙混过关，你打错算盘了。不是的，王总，我就是单纯想请兄弟们喝个茶。少给我废话，给我上最高级别的质检程序。今天这批货从里到外给我8层皮下了查。是。报告王总，废纸包生成水分严重超标，仪器显示含水率高达45%，这根本不是废纸，这就是一包烂泥浆。这不可能，一定是这几天晚上下雨淋湿了。对，是下雨。你还在满嘴喷粪！把大型光谱仪推上去，叫挖掘机过来，把废铁山给我从中间挖开。一台重型挖掘机轰鸣着开进场，巨大的机械臂一挥，精准地插进废铁山的最中央，然后猛地向上扬起。随着表层那些用来伪装的好铁皮被掀开，隐藏在废铁堆最底部的真相，如同一个炸弹般彻底暴露在所有人面前。没有废钢，没有好铁，随着挖掘机爪子的松开，瀑布般倾泻而下的全是最廉价的黄沙、沉重的建筑碎砖块、烂水泥块，甚至还有严重氧化的工业废铁渣，灰尘漫天飞舞。工程塑料区域收检失败。部分掺杂大量无法降解的劣质混合废料，完全达不到 A 级标准。整个巨大的质检广场上，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供应商都用一种看死人一样的眼神看着赵强，往废纸里强行注水，往废铁里掺水泥沙石，以次充好到了这种丧心病狂的地步。这不仅是在把大厂当傻子耍，这简直是想一把火毁掉绿源集团价值几千万的熔炼炉，这是最恶劣的商业欺诈。赵强，这就是你给我保证的1等1的好货。你他妈送一堆裹着破铜烂铁的石头和水浆过来，是想扎了我们的生产线吗？我不知道啊，王总，我真的是被人骗了，这货我是从别人手里买的。我不管你从哪儿买的，合同上签的是你的名字。保安呢？把这个搞商业欺诈垃圾给我扔出去，所有货物当场拒收。根据合同条款，30万铝合保证金全额没收。立刻向全省再生资源联盟发布通报，把赵氏再生资源永久拉入行业黑名单。听到拒收、没收保证金和行业黑名单这几个字，坐在地上的赵强双眼一翻白，整个人犹如被抽干了灵魂，彻底瘫死在了这堆他亲手炮制的垃圾面前。王总，你不能这样啊！王总，我错了，这批货我不卖了，行不行？保证金你退给我吧，那30万是我瞒着我爸拿房子抵押借的高利贷啊！你没收了我会完蛋的。现在知道怕了。你往废铁里塞水泥，往废纸里灌泥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后果？这种带有严重破坏性的掺假行为，不仅是违约，更是纯粹的商业诈骗。我不立刻叫人抓你，已经是给你留了最后的体面了。保安，还愣着干什么？把这个诈骗犯给我拖出去！放开我！你们不能动我！我爸是城中村的村长，我这就给我爸打电话，他有关系，你得必须给我个说法。好啊，你打！我今天倒要看看哪个村长敢保你这种底线的诈骗犯。爸，救命啊！绿源集团坑我，他们不仅不收我的货，还要吞了我的30万保证金。你快找找关系，给他们老总施压呀！什么？反了他们了？你把电话给他们负责人，我来跟他说。王总，我爸让你接电话。你是赵强的父亲，我是绿源集团采购部副总王建国。你儿子今天送来100吨重度掺水掺沙石的假劣废料，企图诈骗我司几百万货款，并差点毁掉我们1000万级的熔炼炉。根据合同，30万保证金全额扣除。如果你对这个处理结果有异议，或者想动用你的所谓关系来施压，请随便。不过在此之前，我们集团的法务部会立刻向警方报案，以合同诈骗罪对你儿子提起刑事诉讼，涉案金额巨大，起步就是10年。同时，我也会向市纪委实名举报，查查你这个村长是怎么纵容儿子违法乱纪的。这段话犹如一记晴天霹雳，电话那头瞬间死寂，足足过了10几秒，电话里才传来村长气急败坏，甚至带着颤抖的咆哮声：“王总，误会，这全都是误会！那个在外面干的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千万别报警！”爸，你说什么呢，爸？你个败家玩意儿，你他妈想害死老子吗？30万你当买棺材了？以后别说你是我儿子，
但这还不是结束，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刚才一直站在旁边看戏的那15个重卡司机，此刻全部围了上来。他们可不管赵强死活，他们只认钱。赵老板戏唱完了，该算算咱们的账了吧？1辆车运费2000，15辆车就是3万块，拿钱吧。我哪还有钱啊？货都没卖出去，30万保证金也没了。我买这些货还欠着黄牛几十万呢。放你娘的屁！你有没有钱关老子屁事儿？今天不给运费，你他妈休想走出这个大门！还有，绿源集团已经发话了，这满地的100吨垃圾，限你半小时内全部清理干净拉走。咱们这15辆车把垃圾给你拉回城中村，还得再加一趟的回程运费，一共6万。少1分钱，兄弟们今天把你切成8块。不仅是运费，赵大少爷，这么多严重掺水掺沙的废料早就发臭了，你拉回城中村也没地方放啊，只能直接拉去市垃圾处理中心。现在的商业建筑垃圾填埋费1吨至少200块，100吨又是2万的排污费哦。不，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赵强看着满地散发着恶臭的烂纸浆和水泥块，精神彻底崩溃了。他像个疯子一样坐在泥水里，又哭又笑，被一群凶神恶煞的卡车司机死死围在中间讨债。我站在不远处，冷冷地看着这一幕，没有任何同情。成年人的世界，每一个选择都要付出代价。他当初用8两秤稀释荒老人的血，往废料里掺沙子坑大厂的时候，就该想到今天会有这个生不如死的下场。赵强被卡车司机们像拖死狗一样拖到一边逼债去了，但绿源集团广场上的危机并没有解除。王副总站在一地狼藉中，脸色铁青，急得满头大汗。王总，不行啊！2号熔炼炉已经预热完毕了，马上就要下料。今天如果这100吨原材料补不上，整个生产线就得被迫停机。停机1天的损失至少是500万起步啊！董事长刚才已经打电话来骂人了，我特么能怎么办？那个姓赵的王八蛋送来100吨垃圾，我敢往炉子里倒吗？立刻联系其他供应商，不管出多少钱，从周边州市紧急调货。来不及了，王总。别说周边县市，就算把全省的现货都调过来，纯度不够的料也得先经过我们厂的2次分拣，时间根本来不及。整个采购部和质检部的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周围看热闹的供应商们也纷纷摇头，表示自己手里根本没有能直接下炉的高纯度现货。停产，损失500万，这对王副总来说绝对是个灾难性的职业打击。王总别急啊，我刚才在电话里说过了，我今天带了3个车皮的极品样货过来，不用2次分拣，直接就能下炉。林老板，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我们2号炉需要的是纯度99%以上的 A 级无杂质料。就你这3辆车，撑死不到40吨，而且没有大型流水线，你能搞出纯度那么高的货？有没有开玩笑？您亲自验验不就知道了。开箱。下一秒，全场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没有一丝臭味，没有一滴泥水。第一辆车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块块被打包机压实的高纯度废旧紫铜，在阳光的折射下，那些紫铜闪烁着极其耀眼、纯粹的金属光泽，漂亮的简直像是一件件艺术品。第2辆和第3辆车里装的全是晶莹剔透的纯 PT 塑料瓶身，没有任何一个多余的瓶盖，没有任何一张残留的 PVC 标签纸，干净的简直像刚出厂的工业原材料。王副总的眼睛瞬间瞪得溜圆，连呼吸都急促了起来。这不可能！他一把推开挡在前面的质检员，亲自冲上货车，伸手从铜块堆里随意抓起一把，又用手在塑料堆里狠狠翻搅了几下，没有沙子，没有水分，什么都没有，纯净到了极点。快上仪器！王副总声音激动的都变了调，10几个质检员如梦初醒，拿着光谱仪和水分测试针立刻冲了上去，对着3辆车的货物进行了最严苛的深层多点抽样。2分钟后，王总，奇迹，简直是奇迹啊！1号车紫铜纯度99.8%。2号、3号车 PET 塑料含水率为0，杂质率为0，完全符合特级直供料标准，可以直接进2号熔炼炉。好，太好了！林老板，你这是救了我的命，救了我们绿源集团的生产线啊！这40吨货我全要了，而且我按市场最高价上浮20%给你结算。供应商们看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最高价上浮20%，这他妈是什么概念？这利润简直比印钞机还快。但我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狂喜，而是极其冷静地把手抽了回来。王总，区40吨货就想把我打发了？林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嫌价格低？不，我是嫌生意太小。这40吨货只是我送给绿源集团的一份见面礼，我真正要卖给您的是这个。王副总疑惑地接过文件，看了一眼封面上的标题：城北重工再生资源基地底层精细化分拣与特级原料职工战略计划书。我指着门外那浩如烟海的城市，声音沉稳有力：王总，
我没有大型的机器流水线，但我掌握着这座城市最庞大的劳动力网络，成千上万的拾荒者就是我最精准的分拣机器。这40吨货只是个开始，只要协议签下来，从明天起，我每天可以为绿源集团稳定供应100吨以上这种极品纯度的直供料。我要的不是一笔买卖，我要的是绿源集团唯一的独家免检供应商特权，以及500万的预付建厂定金。话音刚落，整个广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我这气吞山河的野心和绝对的自信给镇住了。越过所有中间商的层级，直接跟全省最大的龙头企业谈独家直供，这简直是再生资源行业的降维打击。绿源集团的董事长办公室外，我坐在会客室里喝着茶。就在这时，我的手机疯狂震动起来，是原来院子里的老庄谢工王叔打来的电话。刚一接通，对面就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吵闹声。林老板，大快人心啊！你快来看看，赵强那孙子回来了，他那100吨掺假的货全被绿源集团给退了，15辆大卡车连着那些掺了水的废纸和沙石全给拉回咱们城中村了。哦，他还有钱付运费？付个屁的运费啊！他现在兜里比脸都干净，那些卡车司机全急眼了，直接把货斗一升，把整整100吨劣质废料全倒在了赵氏大院的门外头。现在大马路上全被这些乱七八糟的垃圾堵死了。王叔，您看着点儿，别伤着自己，我这就过去凑凑热闹。挂了电话，我和绿源集团的对接人打了个招呼，直接开着我的越野车杀回了城中村。车停在巷口，前方的道路已经被高高堆起的废纸板和沙石废料彻底堵死，空气中弥漫着废纸受潮发酸的难闻气味，现场脏乱不堪。赵强正被一群讨债的人团团围堵在院子正中间。赵强，你少给我装可怜。昨天买货的时候说的好好的，今天给尾款，现在货你拉回来了，你跟我说没钱，我告诉你，今天拿不出那50万的尾款，我跟你没完。叔哥，叔爷，我真没钱了啊！绿源集团把我的30万保证金全收了，我卡里1分钱都没有了，你宽限我几天行不行？哼，宽限你？谁宽限我啊？啊，没钱就把这院子给我！住手！他还没发我们工资呢。赵强，你这半个月瞎指挥，现在厂子黄了，赶紧把我们的工钱结了，不然咱们今天就去劳动局告你。对，去劳动局。对，去劳动局告他。该，这黑心肝的商贩就该有这个下场。用黑心证坑我们捡破烂的血汗钱，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让他赔钱，把这些挡路垃圾全拉走。我没钱，要命也有一条。这院子是我爸的，你们找他去啊！他的话音刚落，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呼啸而来。2辆警车和1辆工商局的综合执法车停在了大院门口，车门推开，几名警察和工商执法人员快步走入人群。你是赵强吧？我们是稽查，绿源集团法务部报案，你涉嫌违约与欺诈。同时，工商部门接到大量群众举报，你使用作弊的8两秤坑害顾客，并涉嫌在商品中掺杂物假。跟我们走一趟吧。不，我不是诈骗，我只是想多赚点差价。爸，你快救救我！爸，你快帮我还钱，把他们打发走啊！我还钱？我拿什么还？为了给你凑那个30万的保证金，我把这院子和家里的老房子全抵押出去了。现在你惹下这么大的烂摊子，咱们家全完了。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败爱家玩意儿啊！老头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再也没有了当初逼我退租时的半分嚣张。原来他所谓的背景不过是虚张声势的谎言，在真正的商业铁拳面前一戳就破。我坐在越野车里，冷漠地看着赵强被警察带上警车，工商局的人当场查封了作弊的电子秤，并在大门上贴上了白色的封条，满盘皆输。从他贪婪地把我赶走，到他彻底破产面临法律制裁，仅仅只用了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我摇上车窗，挂上档，一脚油门，彻底离开了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该回绿源集团去签我的职工合同了。当我再次走进绿源集团的会客厅时，迎接我的不再是王副总，而是绿源集团真正的一把手董事长陈天桥。他手里拿着我的那份战略计划书。林老弟真是后生可畏啊！你的这份底层精细化分拣战略我看了整整3遍。你不需要投入巨资购买大型机器，而是通过合理的利润分配，把城市里最庞大的拾废者群体变成了最高效、最精细的出筛流水线。这种模式不仅纯度高，而且极具社会责任感，简直是天才之作。陈董给我讲了，我只是把别人用来压榨底层的精力和心思，用在了建立规则和提高原料纯度上。您只要给我足够的信任，我能保证绿源集团的熔炼炉里永远只有最纯净的工业原料。好，痛快！从今天起，林凡的陈重工再生资源基地就是我们绿源集团全省唯一的高级免检独家直供商。
所有的货免除繁琐的入库收检程序，并且结算价格按市场最高价统一上浮20%。这是500万的独家合作预付款，林老弟，放手去干。你的盘子铺的有多大，我们绿源集团就能吃下多少货。陈董，合作愉快。时光飞逝，转眼1年后，城北郊区曾经那片荒芜的废弃重型机械厂，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占地近100亩、规划整齐的临时循环经济产业园。这里没有满地横流的泥水，也没有难闻的气味。高达10几米的巨型厂房里，物料摆放的井井有条，全自动的打包机在有节奏的运转着。但这里最核心的，依然是那庞大且受到尊重的人工出差网络。几辆崭新的物流小货车驶入园区，车上走下来的不再是当年那些衣衫褴褛、被黑心商贩随意呵斥的流浪汉。李大爷穿着整洁的蓝色工作服，精神抖擞地拿着记录夹，对着一包包分类的极其干净的 PET 塑料进行入库清点。是的，当年那些被赵强欺辱的底层拾荒者，如今只要愿意来的，全都成了我产业园里的长期合作对象或正式职工。他们不仅收入翻了倍，夏天有冰水，冬天有热茶，甚至还有按时发放的福利。林总好。看到我走过来，大爷大妈们纷纷热情地打招呼，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容和劳动的尊严。我笑着冲他们点头回应。商业的本质从来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共赢。一辆黑色的迈巴赫平稳地停在厂房门口。林总，市里有个关于环保产业升级的企业家峰会，您作为重点企业的代表要上台发言，时间快到了。好，走吧。我坐进宽敞奢华的后座，汽车平稳地驶出产业园，朝着市中心开去。途经城中村那个熟悉的十字路口时，正赶上红灯。我百无聊赖地转头看向窗外，在路边的一个废品回收站门外，几个收废品的人正围着一堆纸箱子争抢。其中一个人被推搡了一下，狼狈地跌坐在地上。他抬起头，露出一张沾满灰尘、满是沧桑的脸，是赵强。1年前，他因为商业欺诈和巨额债务，家底全被法院强制执行，不仅交了一大笔罚款，还在里面蹲了几个月。如今出来后，他身上背着还不完的债。以前那些狐朋狗友全躲着他，他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只能靠捡别人不要的废纸板度日。此时，他手里死死攥着几个压扁的易拉罐，正抬头看着停在红灯前的迈巴赫。当车窗降下一半，他看清坐在后座上的我时，整个人瞬间僵住了。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涌现出极度的震惊、后悔、难以置信以及深深的绝望。他哆嗦着嘴唇，似乎想喊我的名字。我看着他，眼神没有一丝波动，就像在看路边的一块普通的石头。林总，绿灯了。我收回目光，按下车门上的按钮，黑色的防窥车窗缓缓升起，将赵强那张充满悔恨的脸永远地隔绝在了车窗之外。迈巴赫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化作一道黑色的闪电，朝着市中心最繁华的方向疾驰而去。废品之王，不，这只是一个开始。这片广袤的商业帝国，我才刚刚推开大门。